痛这个肌肉这边也痛，这个也痛。你们看我这个大拇指就是因为之前刻线刻到肌肉粘连，然后把它推开的时候整条裂开，然后到现在已经几个月了都还不会好。那大家看我们做这个模型节目记不记得我那时候做这个神钢弹然后花了大约1周的时间，那边掉，然后呢，阿志当时做这个水星的魔女，水星魔女这只钢弹叫什么名字啊？风铃它长得有点像铃铃的，它当时也是做的这个打磨无缝刻线加深然后喷漆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技巧。然后呢，我们再看到这个神龙钢弹，当时也是做了很多的处理，甚至我们还用了这个3D 列印件，让它的这个武器做了一个自己的改造。那是不是玩模型一定都要做这么多的工作？而且我们上个礼拜6才放了一部片，叫做什么？耗时2年的这个莎莎比。一个作品要玩2年，一个 RG 要做1个礼拜做到手抽筋。那到底有没有一个模型简单做的一个单元？因为我们拍摄模型节目是希望大家动手做模型，结果我们拍了这么多节目以后，把大家都吓跑。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来教大家模型简单做这个单元。好，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神龙，你远远看的时候它的这个塑料的这个味道是比较重。我们最后呢会教大家怎么把这种塑料的质感处理掉。可是，一开始呢，我们假设真的只有做这些很简单的这种甲组，那这个甲组再加上这个塑料的这个味道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整个就是玩具感会很重。那首先我们做第一件事情，你看市面上有卖很多这个水贴。首先呢，我们可以借由这些装饰的水贴，这么多的水贴，这一些，还有这里，这些细节的这种装饰贴纸，你先把它贴上去以后呢，它的帅气度就会增加很多。不然你想象，如果它这种塑料质感，再加上一张水贴都没有的时候，它会非常非常的空。这是第一个。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善用水贴，增加这种视觉的这种资讯量跟这个机体的丰富性。好，那你看这个背面，一样都有这种人家帮你设计好这些水贴可以使用。那贴上去以后，至少它就不会只是一块蓝蓝的塑胶这么空洞。还有再来我们来看有一些细节的地方，例如说，这个脚踝的这个后半段，这个里面呢，我们就用了这个蚀刻片的改装。如果你的机体不是像我们当时做的这些高光阴影挖取旧化这种质感的表现，又做了刻线加深，它可能就是空空的一块。那我们借由这个增加蚀刻片，它就可以增加这个视觉上的这个精密度。然后你看，例如肩膀这个位置，我们也有追加；膝盖下方这个位置，我们也追加了一点蚀刻片。甚至呢，这个裙甲我们增加了这种类似排气孔，就是让它更拟真一点。那我们如果要靠自己的手工艺切出这一块，是很困难的哦。那你看它原本这里的造型，它是空的，它就只有陷下去。然后这边呢，很明显是要有一个进气孔或者是排气孔，可是因为没有这个蚀刻片的装饰，如果你借由涂装，当然质感是不错。可是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想要做一些细节追加改造，光把这一片胶板切出来，要切成这个形状，然后这块胶板呢，你要做一个很工整的短刻线，然后还要追加一个细节改套，最后呢，再把这些散热叶片一条一条一条的叠出来。很厉害的高手，至少要1个晚上到2个晚上，做4个小时到6个小时，才能把这2个细节追加出来。那像我这么厉害的高手，我已经很久没有刻线胶板，我觉得我也要做至少2个小时。所以说，现在的这种蚀刻片改造是真的非常的便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把这个手部拆下来，然后把这个武器拆下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肩膀这个内侧，这种细节改套，以及这个肩膀这里里面的这个
我觉得这是排气口啦，哦，因为他们钢弹出发的时候都会这样，那你就会冒烟。好，那排气孔就要有排气孔那种叶片会吹出气的那种感觉，你才会觉得那是真吹，好，不是假的吹。你们知道真吹跟假的吹的差别吗？你怎么笑得这么邪恶？我说这个排气孔真的会吹出气，就是叶片会打开，有这种气会吹出来的感觉啊。如果没有那个叶片，你就会觉得那个洞是假的，大概是这个意思而已啊。然后你看这个盾牌后面呢，哦，有这些追加也非常的漂亮哦。然后如果你会上色的话，还可以做跳色的处理，会增加很多的质感。好，那神龙我们就先介绍到这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RG 神钢。那当时的 RG 神钢吼，我一直着重在这种结构上面的表现，例如说这些刻线无论再短吼，我都很卖命的把它雕出来。这个整个机体啊，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水贴都没有，因为当时我们是超前制作吼，所以市面上都没有卖它这个相关的这个水贴，有点可惜。当时如果这个喷嘴啊有一个蚀刻片改套是多好，你看这个是直接接在 pin 上面。我做的这么用心，但是这里呢却这么的粗糙，就是很明显的这个是塑胶接喷嘴，而没有喷嘴的感觉。它这个后裙甲非常的细致，有很多的这个追加刻线跟胶板的层次。这个时候如果我可以有一个细节的改造在这种位置，那它就会丰富很多。那你们看哦，这个蚀刻片，它这个喷嘴贴在这里的时候。而你就觉得这个神钢弹它是真的有动力会输出的哦，可以喷。然后它这里呀，因为真实的机器人不可能像这个塑胶射出是一整个平面嘛，所以它一定会有一些机械结构哦，跟这个是相关的一些设计。那你看这边也有一些这种哦蚀刻片改造，就会让这个机体的真实度增加很多。那包含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后裙甲，如果你都是高高低低的平面，没有细节，没有水贴，有了这些的帮助以后啊，有蚀刻片，再加上水贴的帮助，机体的丰富性就会高很多。这个神钢弹的头怎么会一直掉下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问题？就是我每次装进去它就会掉下来，装进去它就会掉下来。好，偏离主题，回来继续。当我们有了水贴跟蚀刻片的辅助，当然它已经让你的这个轻松玩的这个行为增加了很多的细节，很多的质感，加了很多分。但是即便你做到这样子，你还是会觉得，塑胶听得懂吗？你动作啊，这人塑胶做的哦。塑胶，好，就是你以为我塑胶做的，可是我不是，我是做塑胶的，所以我们天天都在玩塑胶。我们怎么样再多做2件事情，让这件事情更有质感？我们现在来做一个超速教学哦，超速哦，又要开始让你们免费赚到了。在此之前，你们去参考一下我们的线上课程。如果你们想要做出很完善的作品，好，那你们就去看我们线上课程。如果呢，你想要轻松玩，那我们现在就来教大家一个超轻松、超快速的方法。Go！ 好，第一步呢，我们还是要准备一个这个斜口钳，这种单刃的斜口钳。那这个剪已经教过 N 次了，我相信大家已经不需要去学这个怎么剪。但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轻松做嘛，那轻松做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这个东西剪得越抵越好。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抵住的这个是平台，好，那这边转过来，这个面是刃，我们这个切口钳的刃在左边，所以你的刃要剪得多底呢？就是看你的刃要压到这个角度，可以这样调嘛？你这样是不是很底，甚至会过头？所以当你调到一个角度的时候，把它剪掉。你看这个汤口几乎没有 ，almost almost 好，再一次again， 这样剪跟这样剪是不一样，所以大家要去习惯这个单刃斜口钳的角度，好，就是你稍微微调一下，它可以剪得很底的。好，
那你看这个时候，剪得不够底，我们就可以用这种800号。这次我们就是也不要从这种400了，我们就800号稍微磨一下。那因为它这个零件哈，它多多少少它有一点点收缩。2种方式啦，第一个就是你可以无视法，第二个呢就是看你要不要处理掉。那你看这个是接近没有，可是看得到，你也可以当成没看到啊。那第二个就是我真的有把它磨掉了。那磨掉这个收缩要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换成这个好棒棒，刚刚那一根是超级棒，然后这个它就可以同时兼顾表面质感的处理，它会让整体呢变成一个雾面的一个状态。再来呢，最后我们这里用1000号稍微打圈圈，处理到这里够了，不要再动了。好，还有一个方式，如果你希望这个东西更细致因为我们这个好棒棒，你喷漆用也可以，不喷漆也可以。如果你真的不喷漆，我们可以准备1000号的这种纱布。这个纱布呢，你只要轻轻的这样转圈圈，它这个表面的这种细致度会更好。甚至呢，我们用2000号或者是这种3000号稍微带一下。这个3000号带完呢，基本上你都已经快要分不出有处理跟没处理。但它的注料口已经非常非常不明显。再来呢，我们准备这个钢弹 marker， 就是它是钢弹笔，然后油性的。那你也可以去这个文具店找这个带针笔。以前我们工程制图就常常用这种带针笔，都可以画线。好，随便你要用哪一种。那我们借由这种笔来这个做这个墨线的加强。这里，你就这样子把它画上去。好，然后这个呢，也是这样，啾。那这个画出来呢，刚画出去的时候，哇，就没救了。如果说我们这一集节目教学就到这边，大家这个时候应该会骂脏话。你可以准备橡皮擦，非常神奇你这样撸一撸，刚刚抄出来的这个地方就不见了。那你在画的时候，这里面这种沟槽啊，你可以小心一点画。你也可以选择说，我要不要把它整个这个涂成黑黑的一颗，因为有涂跟没有涂基本上至少这个立体感跟这边的立体感就会有非常明显的差异。本来这边是很空洞的位置，那你们就可以去买这种现成的这种10颗片。那10颗片呢，你只要搭配10颗片的折弯钳。这很简单，因为它都有预留这个10颗的痕迹啊，就是你只要稍微折一下，然后很简单，它真的是像折纸一样这么简单，然后瞬间胶点一下粘到这个零件上，然后呢再把这个水贴上去。那你如果真的不会贴水贴，那你真的要去报名线上课程了。这些动作都做完以后，你看原本一个很简单的零件，现在它有了这个10颗片，有了水贴，有了一点墨线，那塑胶感还是很重。我们下一步来去做什么呢？这个时候我们必须买一把喷笔。你看，我买的这把喷笔性价比很高，是全自动的。如果你没有钱买全自动的喷笔，你可以买半自动。那如果你连喷笔这种空压机家里的排光设备都没有，你可以买喷罐。那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接下来要来喷小管，Go！ 哇，那我这个可以高压的吹尾，这触控的，你看这样会改变喷笔的方向。又转回来吗？有点宕机。不玩了，我们赶快来喷 ，Go！
就是大家看完这个成品欣赏，我们可以用很短的时间，让它从这种塑胶味很重的感觉，然后变成有点收藏等级，有点像 GFF 那样子。唯一的差别就是，当然我们用画的这个墨线仪，我们有刻线加深跑的粗一点点。可是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诉求就是说，我们用很快速、很简单的方式，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好，而且你看，透过这些水贴，哦，就是这么多的这些水贴的装饰，就本身让这个机体的丰富性就很高了。对，还有一些就是真的是非常加分的地方哦，就是像它的大腿后面这种蚀刻片啊，这种叶片式的设计，哦，它是跟这种脚底下的这个结构哦是相呼应的，对，所以非常的帅。然后延伸到这个上面这个背包这里，又有一组，然后跟它这里面的这个人员机构都是相呼应的，所以这个蚀刻片的设计不是乱画的，不是有洞就塞耶，我们是选很好的洞做很好的装饰，有没有？还有联动的，对，有联动，就是这些设计是有相关的。然后像这种小腿的后半部会有一些这种镂空啊，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瑕疵的地方，偷胶，我们就完整的把它补起来。然后一定有人说，它蚀刻片没有上色那种亮亮的质感，跟它不搭嘛。所以你看，我们透过后面的这种喷消光，然后你看这种喷了消光以后，它刚好就会有一种融合的，就是我们在真正的金属处理，金属表面处理，这个叫做喷砂，就是我们先喷砂让它表面粗糙一点，然后粗糙完以后呢，你可以阳极原色、阳极钢色、阳极很多种颜色，所以这种就是有点类似这种喷砂、氧化、阳极，对，然后很好看，这样子你就不会觉得它亮亮的突出一块，对，那整个工时做起来，你可能我们很轻松的这样子剪装一装，对，然后蚀刻片粘一粘，水贴贴，可能2天3天，对，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作品。所以我们这一集节目希望有鼓励到大家，对，可以自己动手做一些作品，然后清三级，对，不然每一集都是那种沙笔啊，都是那种爆改啊，那你会一直想积山，一直想积山。模型人最大的通病就是积山，对，积山，真的。你有几盒？我来这里就开始有了，来这里就开始有，以前没有，因为你就是学了一些技术，对，然后本来每一只的这个工时本来从3天变成，甚至最长应该有做20-30天的吧？对。那我们偶尔玩一下那种新套件出来了，我们就赶快把它装起来，享受一下这个套件的美好。对，我觉得这样进去摆在这里，你也不会觉得它输人家，对不对？就是有一个手作，有一定的完成度，而且花的时间超短，对，花的成本也超短。那当然，如果你们想要做的更精致、更好的话，就是乔老师他那里他有做这种完全初阶的这种线上课程，他的东西有这种初阶、中阶、高阶，甚至连到后面怎么做旧化这些，它有非常完整，然后会比我们教的这些更精致、更完善，对，所以你们就可以去参考看看。如果你想要玩到这个 GK 改套的时候，就可以去上我们的这个课程。我们期待阿志你以后也推出一个喷神系列的教学，速工例如什么速工啊，简单呈现一个很漂亮的，对。我现在还是会玩这种玩法，因为有时候万代它出的那个成型色都很好看对，就那个喷消光就好了，就不用再重新上色。那时候就用这种玩法，就是画个墨线啊，贴个水贴有没有？之后再喷个消光，那个质感就会很好。之前有抽到那个万代的支架，它是这种月亮型，一个可以架3只。那个不是有抽奖？对，我抽到。你有抽到？他送你好像5组吧？对，可以架15只。你知道我干什么？我去买了15只，我去买了15只 HG，都用玩这种方式。对。之后摆完看完，它超爽，那个感觉其实就很棒，这一集就是跟你以前做法就是差多蚀刻片，更精致一点。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你知道？就我们买到那个模型，对，
先欣赏这个和绘。大家花了几百块，我们可以先快速的去欣赏，哇，这个人他的这个和绘的这个构图，这个字的这个排版，哇，怎么可以把一个东西做得这么美？对，因为万代非常的专业，然后再看看它上色的这些细节，这些点缀，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说，哇，这个东西如果做了一些旧化会怎么样？再来，我们把盒面打开以后，看到了一些这种，哇，这个模具怎么设计的这么好啊？这个细节怎么可以开这么漂亮？然后怎么可以这么工整？然后什么瑕疵都没有？对。这个 QC 要这样一次射这么多片，水准怎么可以这么高？所以我们可以欣赏一下它的工具模艺啊，光这样子就很爽。那因为我们以前的玩法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等一下又要剪啊，又要磨啊，又要刻线加深啊，又要高光印，又要旧化，又要水贴，又要摆动作，又要什么构图、场景布局。那最后它就会收回来。那我们今天教的这个方法就是鼓励大家清机山，对，清机山，对，清山机，到底是哪个是对的？反正有东西就要清一清，不要一直积在那边。对，要玩一下。爱套姐，套10颗片的套。套10颗片，真的10颗片上去差很多。好，那这一集节目就到这边，希望大家赶快套起来。拜拜。